我们再来看看中日的争端，现在还持续上演中。中国大陆最新的决定是，他要制裁日本的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他叫做岩崎茂哦。理由是他公然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哦，所以他会冻结对方的资产，而且不准他入境中国。在百度热搜，很快的这一条新闻就受到广大的注意。而另外呢，中国的学者吴继南他就警告，他说高市早苗12月26号。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可能是下一个这个大家要关注的哦。如果他去了，这就是中国跟日本下一个冲突点。好，因为高市他2014年的时候曾经参拜的照片都还在这里哦。那他会不会趁着名气可用哦，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就去参拜了呢？而另外呢，还有一个迹象就是大熊猫。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熊猫外交哦，这个兴盛一时。那日本的上野动物园也有一对。叫做这个熊猫小小跟蕾蕾哦，他们本来应该是这个在2026年，就是明年的1月下旬哦，这个更晚才要归还给中国。可是现在呢，已经确定了，提前在明年的1月下旬就要还给中国了。有一些熊猫爱好者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就是说，哎，怎么会提前呢？是不是因为现在中日的关系变得不可收拾，所以有提前这样子把一个像是外交上面比较和缓或是友善的这个动作，把它给终止了呢？那日本自卫队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哦？他本来只能保护自己，可是他加入了全球部署。这是来自于央视新闻的报道，说是今年的9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次参与北约的联合演习。向北约4个基地部署8架军机，然后有180人。那2个月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也第一次参加北约多国空降的演习哦，所以你看到它是第一次踏入欧洲军事演习的场域。过去曾经日本也讲过他们要做这个亚洲版北约哦，所以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苗头了呢？央视新闻又再度报道说，其实日本对于太空也有野心，他们在策划太空珍珠港事件哦。这是来自于对岸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他说日本现在虽然对外是宣称要处理太空垃圾，可是他认为日本真正的目的是在轨道层面具备兵力长时间的驻留能力。这是真的吗？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日本，它现在某种程度对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度这件事情，它可能也有一些疑虑。包括你看到美国总统川普第2任的国家安全战略 NSS 前一阵子不是公布了吗？可是跟日本不同调，所以日本的外务省官员还是有一些担忧，因为他这个文件里头其实提到了 G2 包括中国大陆崛起如何所以呢，他觉得在这个日本政府内部其实有一些不安这2个月都没有消除这样子的疑虑因为川普很显然的是要往跟中国大陆和解这样子一个方向前进。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其实也很不安川普是赤裸裸的在这份文件里头特别讲到说，这个欧洲积弱不振欧洲如何所以你看到呢，这一篇报道是来自于对岸的观察者，他是说欧洲的驻美外交官们其实有一点泄气他说西方的联盟结束了因为来自于川普总统的态度。来关心乌克兰，泽伦斯基正式宣布说是准备放弃加入北约我们看到这个泽伦斯基说可以做出重大的让步，就是不加入北约，可是必须换得美国等盟友的安全保障。于是很多网友就感叹，当初开战的原因就是想要加入北约，打了快要4年的仗，又回到原点，这所谓何来呢？那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的一个什么大乱斗，或者是一些乱局是来自于什么原因呢？我们先来看看委内瑞拉，有一架委内瑞拉的客机因为美国的空军不是在这附近不断的这个侵扰吗？所以呢，他怕跟这个美国的空军加油机相撞，爬升。飞行员说这一架军用飞机闯入他们的飞行航线，所以有一个空中惊魂。那叙利亚这里包括我们看到了美军跟叙利亚军方的军队车队在叙利亚遇袭，有2名美军和1名翻译，3个人死亡。那这个美方说对方是 ISIS。
澳洲大家知道也发生30年来最严重的枪支暴力事件，有一对父子在沙滩扫射，造成16个人死亡，40个人受伤，非常血腥。那现在初步调查是反犹太的恐怖攻击。来，请教亮哥。我觉得日本如果12月26，就是12年前安倍去这个靖国神社嘛，那高市在当选这个首相之前就放这个话啊，他会不会做？我认为他如果做好，那美国会怎么看你啊？美国已经表达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了，就你不要惹事嘛，啊，你没有撤回言论，你就撑着就好了，你还要制造新的事端吗？你觉得他会做吗？然后他如果做，那接下来那个军事升级就会相当惊人的啦，因为那一天刚好是毛泽东的生日，同一天，那你去想嘛，中国大陆辽宁舰都给你搞围日军演了，一般军演都会隔相当的距离，他就在你宫古海峡旁边呢，那你认为接下来会怎样？搞不好更围上去，围到日本本岛，或者是中俄的那个轰炸机联手，他这一次是距离东京700公里，接下来搞不好更近，反正都是公海啊。坦白讲，这种距离你很近的公海演习，针对性是很强的啦。就好像围台军演这样嘛，围台军演它最多是40海里，它再进来到24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嘛，极限施压了，对不对？所以他如果真做，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升高的啦。为什么12月13日那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纪念，中国大陆没有军事动作？我觉得搞不好就想到这一天。所以我不要急着用，有可能是这样啊。那就看你要跟我怎么僵住嘛，因为僵局有很多形式啦。那目前这个僵局，日本大概也可以啦，就撑着啊，可是也好不了啦。那你就会看到陆续在出招嘛，比如针对个别的人，就比照沈伯洋办理这样之类的啦。那可是我觉得那个都不会有大影响。可是如果军事升级，那就不得了了。那第二个啦，就是我认为最重要还是美国的看法啦。是，我们刚刚讲那一段就在跟你讲，川普为什么要做全球的收缩？因为美国的军事产能真的出了问题。那他这一次事实上最激烈的改变是欧洲嘛？他摆明了就是我2027北约你欧洲自己管吧，我不玩了。那他不是也讲了吗？说北约不能再扩张，所以泽连斯基知道没得玩了嘛。他当然说我不会参加北约，因为北约不能扩张啊。那他对欧洲意见是很大的啦。你去想一想啊，你军力要靠我，高科技产业也都靠我，那你欧洲人到底在干什么啊？然后说要成立欧洲军，法国讲了30年都没看到影子啊。而且在川普大声要求之前，法国的那个国防预算只有 GDP 的1.7%。所以我坦白讲，我认为川普是看透了这些虚伪的欧洲国家啦。没落贵族，我就说你自己拿黄金白银出来搞你自己的军力嘛。为什么我要背你啊？现在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呢。那个美国要再慎重考虑美军要不要撤走。欧洲你说从欧洲撤军？当然啦，欧洲撤军，光是德国就有3万人就会省很多钱。我为什么要保护你德国啊？对，更严重是核子保护伞，我为什么要放在你那里？英国、法国也有核子武器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部分才是欧洲人要忧虑的部分啦。昨天那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做了一个演讲，就表明了美国不要我们了。所以可能欧洲还要比日本更加忧虑美国的态度。现在此刻，日本还是在一起的，还是在一起，所以日本还不用那么忧虑。对的。好，来将军，我认为日本他比较重视的是外交战略，其实他的国安的方向是错误的，他应该是地缘战略优于外交战略。
他这个整个颠倒，就跟在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想要脱亚入欧，他说他跟亚洲人好没关系，跟欧洲关系很棒，在亚洲发起战争。现在也是有点类似脱亚入欧，派军队到这个欧洲啦，去演习啦，好，还有空降作战啦，这类似这个样。好像军事交流这样，但他问题就地缘战略，他应该对他的北边是俄罗斯是军事强权呢，他应该把这地缘上面跟俄罗斯和缓，对西边要跟朝鲜半岛，不管南韩或北韩和缓，还有跟中国大陆和缓，他应该这样，不要制造紧张的气氛。我认为他都在紧张，包含台湾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日本这个统治台湾、殖民台湾50年。杀了台湾同胞63万，他在周边的国家都有战争，还有类似屠杀。道歉要学日本，要学德国，德国就是认错、道歉、赔偿。做了，你看现在这个德国跟这个整个欧洲被在2次大战被德国侵略的国家，大家都变成朋友。这个你看德国做得很好，而且东西的也统一了，就是这个样啊。所以德国在这一方面是值得日本的学习、取法、借鉴。才对的，应该是这样走。日本要走这个路线，不是走对抗路线。所以对日本来讲，因为日本是个岛国，本州4国、9州、北海道，它在地缘战略上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岛国，它不要光走外交战略去压倒地缘战略，这错误的。它应该整个颠倒回来，不要再脱亚入欧了。它应该回到原点，跟这些周边的国家和平往来互动。对这个2次大战。他这个日本所犯下的战略的错误来认错，来道歉，来赔偿，我认为这才对。另外我们来看泽伦斯基现在的俄乌战争打了3年10个月了，现在回到原点了，不能。他现在泽伦斯基也讲了，我们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你当初不是要为了加入国家西洋，所以俄罗斯就出兵了？你当初讲不就得了吗？这几10万人的乌克兰的这些战士还有老百姓的死亡，那就省下来了嘛。那现在欠了几千亿美元的外债怎么办？国土也丢。现在到现在为止，不管是28点协议或19点协议，都是要割让土地。那你看看，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对不对？又损兵折将啊，又丢到了国土啊。同时，美国是个大赢家，美国还要拿掉乌克兰的稀土，你怎么办？你现在乌克兰怎么办？当初知道就做，所以他整个的责任之一，他是个喜剧演员，结果悲剧收场。那现在变成。这个乌克兰的整个的国安战略鬼打墙，回到原点，那白死的人怎么办？白花的钱怎么办？欠那么多的外债怎么还？这些都是大问题啊！这样的话，乌克兰这20年没办法翻身啊，整个接近于亡国的命运啊，那这是多惨啊！所以我认为这是回到孙子兵法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非常重要啊！泽伦斯基在这一方面不及格，丢了国家，害了人民。来请教何谦。是这个日本外交官对于美国现在立场感到担忧毫不意外因为从这个刚刚公布的国安文件可以看到，其实里面通篇不太多触及到在战略意义上或政治体系上跟意识形态上去批判中国大陆，有一些批判啦，批判点都落在经贸上批判大陆的知识产权问题倾销这个廉价商品稀土的控制卡美国脖子等等。但是里面说到咯，就是说大国就美国承认所有的大国因其规模、财富而力量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国际关系当中永恒不变的事实这个也从 Trump 跟这个在调停俄乌战争当中，永远对俄罗斯高看一眼，然后对乌克兰是压抑着，要求乌克兰去接受俄罗斯的一些条件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非常鲜明的一个实践。所以美国在这个日本在这个文字面前感到这个战栗跟感到这个担忧，我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虽然这个日本一直很自豪是安倍发明了印太战略这个 term 这个词汇这个概念，但是美国现在特朗普在执行他的印太战略的时候，他是为什么要做开放跟自由的印太呢？不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是要为了保障美国的供应链安全。那这个意涵就跟安倍生前他主张的要把美日印澳4个国家连成一个大的所谓的民主 diamond， 民主钻石来钳制中国大陆的意涵就完全不同了。
那特别是这一次大陆公布这个要制裁延期贸的这个意图啊，就是说大陆对日本介入台湾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那过去日本的战略家也好，政治家也好，对这件事情一直是隔着一个窗户纸不去捅破啊。那这一次高市早苗用他的发言去捅破这个，一开始当然高市早苗说这个话，日本的右翼跟日本的一些对华的强硬派也是叫好的，就觉得这样的我们比美国率先战略清晰了，是不是能够对大陆造成一种威慑呢？是不是让你如果你要处理这个用武力处理台海问题，你不只要面对台湾哦，你还要面对日本哦，可能还有背后的美日安保，他觉得他这样能够这个达成一个威慑的效果，没有想到大陆说你战略清晰，那我比你更清晰，你并没有威慑到我，反而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介入，那你要迎接的就是美日安保一起整个被拖下水。那这个话讲得很明朗之后，川普是当然不愿意了。那回过来，我们再看到俄乌这边啊，就是那最近这个欧洲的发言人、欧洲的领导人，大概也都感觉到川普对泽连斯基政府对于乌克兰慢慢失去了耐心，所以 Merz 德国的总理就说 Pax Americana 这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欧洲人要靠自己。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其实他也公开的向泽连斯基喊话说，或许乌克兰要去考虑做一些痛苦的牺牲。那现在泽连斯基这2天也说了，可能他可以接受60天到90天之内要重新举行选举举行这个因为战争而延宕的总统大选。那举行选举的话呢，按照泽连斯基现在民调现在没有很高在民调当中，最新民调愿意还支持他的选民大概只剩下2%到2.5%左右，所以他也有可能自己就不参加这个大选了，留得一个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那或许这也是川普的做法了，我处理不了谈判，那我先处理掉成为问题的人，把这个大石头给先搬走。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科技战 ，AI 现在是所有国家在必须要争夺的一个场域。习近平在10号的时候呢说了一段话，大家来看看。他说，在关税战、贸易战当中，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与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他特别提到了 AI。那英国的《金融时报》有这么一篇报道，他特别讲到说，美国 all in AI 他在 AI 这个领域把所有的资金都投注了可是中国大陆是多线下注。那他的这个结论是，美国可能会输得更多。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包括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结论是说，真正名列 AI 的是美国。那中国在 AI 竞赛的新打法是什么呢？它助推科技初创公司加速上市，包括扶植本土的新创企业，像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 DeepSeek， 还有呢，包括用88天就获得了批文上市的中国版辉达的摩尔县城这个最近在中国大陆的股市也非常的夯所以他就是鼓励这些新创的企业赶快的做一些发展。那摩尔县城为什么会这么受到瞩目呢？它打通了陆产 GPU 产业的闭环我们看到包括说是摩尔县城选择了最难、天花板最高的一条线全功能 GPU 路线，追求一心多样，它就是从最顶的开始攻下那如果它成功的话，那就不得了了。现在大家也都在期待它可以成功。而另外，我们看到王毅此刻正在访问沙烏地阿拉伯，他跟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那他强调，中国将在15-5第15个5的时期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开放。那你也可以看到中沙之间的互动越来越紧密，包括这一次访问，两边都加强了由新能源、人工智能还有高新技术这一些方面的合作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沙烏地阿拉伯的 AI 排名在世界的第3位，第1名是美国，第2名是中国，第3名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所以很多人也是蛮惊讶的。而我们看到呢，专家就讲了，沙烏地阿拉伯它启动一项价值60亿美元的数据生态系统总体的规划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无限土地还有丰富电力资源的资料中心它就是目标就是要把沙国打造成数位处理的强国。所以你看到包括亚马逊的 AWS、谷歌云端还有微软这些科技大厂都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些投资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当然也在观察中国跟沙国之间的交往跟连结，他们也会担心因为你看到华为还有中国石化这些国企已经占据并且进入了沙国关键市场的重要的一些份额。像是这些市场过去可能都是西方国家掌握的，可是现在都换成
中国大陆的这些大的企业所以在沙国2030年的愿景框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它的这个参与力已经越来越强了，包括从普通的合作伙伴，现在是主要的参与者像是习近平2022年的中东行，像这样的画面也让人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从军备的角度来看，中沙合作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的武器都是美国供应的它也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一部分的军事需求它从中国来，他去跟中国买，所以美国能不紧张吗？来，亮哥，沙烏地阿拉伯军备主要是因为美国有一段时间卡到以色列了，所以美国不能卖，因为以色列反对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东风飞弹东风的飞弹，沙烏地阿拉伯大概从东风3就开始买了，买到21这里面有没有核弹我都怀疑那是中国大陆现场协助操作那另外就是彩虹无人机它整个生产线也移到沙烏地阿拉伯，那为什么？因为美国不卖所以没有错，它那个战斗机就是美国的，那可是以色列就反对你卖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军武嘛，所以就导致中国得到这个机会那我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嘛所以就是谁能够协助我就欢迎他来那中国大陆最厉害就基建嘛所以你去看从利雅得、吉达到那个马蒂娜，那个高速铁路跟高速公路都是中国盖的还有沙烏地的国家铁路网有好几段也都是中国盖的那他在开发，你刚刚讲到2030年那个未来城未来城华为就拿到储能设备，然后里面就华为已经进去了那个中东地区都开放华为美国怎么抗议都没用因为他们很早就进去了，所以也用华为的5G基本上就是这个状况，所以等于是然后工业制品因为坦白说美国的民生工业一般也没有嘛，对啊，所以你如果去那一带看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联酋啦，还有卡达这3个中东地区最有钱的国家大概基础建设、一般民生用品几乎都是中国货了。那美国当然有卡进来了，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所以你刚刚看到亚马逊谷歌那东东都进去了，对啊，微软这些所以目前的状况，我觉得是沙烏地阿拉伯就有这种条件了，两边都可以，两边都非常好，都很好两边关系都非常好可是他也不敢得罪美国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萨拉曼现在还是王储而已你不听我的话，只有谁有能力搞政变也是美国因为我可以支持你的叔叔而且美军基地在这一块地方那么多个所以美国在沙烏地阿拉伯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进来这么多？你美国要反省自己因为你基建做不来，工业制品没有办法提供，那军武卡到以色列不能卖所以全部都变成中国的那因为它真的需要很多基建那沙烏地阿拉伯付基建，因为我有朋友去做过生意，都非常开价都非常好然后都是直接就给你付现金，付清付清我一个朋友，好有钱我一个朋友去那边做 LED 他说价格是台湾的2倍，这么好他们只要喜欢你就让你做了，该不会不用讨价还价吧？几乎都没有，因为他都是王室那王室负责某一块，那权力都是他决定那他拍板就全部决定了那付钱又阿沙里，也不会欠债，反正你只要跟他关系越来越好，所以你看川普的女婿一天到晚往这里那边跑，对，因为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那我觉得他也是聪明的王室啦。这个萨拉曼未来一定是英主啦，他如果接上国王，
他还可以做30年，对，因为他很年轻，对不对？对。那他真的看到了石油的依赖的危机，是，所以要迅速转型，是没有错。那新时代的石油就是数据嘛，是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蛮聪明的，脑子蛮然后网络要上来啊，那谁的网络做得最好？华为啊，又便宜，然后还愿意派一整队在你那边负责维修，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觉得领导人是蛮优秀的啦。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跟沙特阿拉伯的合纵联盟？那我们先看那个中国大陆的它的制造业在的占比占全世界33%、32%之间，在这边浮动。那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变成了这些制造业的白菜价制造国了，好像到他手上之后都变成白菜价了。我们看那个他不是帮沙特阿拉伯盖这些那个铁道吗？铁道工程吗？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个高铁在中国大陆就有46000公里。本来在我们这高铁这个快速铁路是日本开始，然后后来法国也在发展，欧洲在发展，后来中国大陆一发展之后46000公里，占全世界的占比到了70%。所以到这个他也帮这些中东国家，包含沙特，帮他去盖铁路去了。为什么？因为这现在都是模组化。那模组化不是以前的焊来焊去了，那直接倒上去，变成组装机起来就是轨道，组装机起来这些铁桩也好，轨道也好，那一组装起来快得很，那成本又低包含我们这帮印尼盖的亚万高铁，从雅加达到万隆是这样。然后我们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大疆无人机的中国大陆全世界市场率在70%。你看到时候为什么大家每一个国家会生产无人机，但为什么要让大家买？便宜又是白菜价，所以变成白菜价生产国了，你知道？一碰到它之后变成无敌手了，这是大疆无人机。那我们现在看电动车的中国大陆在全球市占率76%，你看没？它出来，它后面一出来之后，为其他国家特斯拉也产电动车这为什么？中国大陆白菜价便宜同样的这个规格，但价格便宜，同样的价格，但是中国的内装就又比较好了。那你就要买中国大陆，变成这个样，因为毕竟这是市场机制，价格决定嘛，大家就是按照价格，按照它的 CP 值，这个成本效益来做评估的嘛。那我们现在看造船业到今年2025年中国大陆造船吨位数占全世界的，就是我们知道你造船这个是个吨位，但是你的载货量又是另外一个吨位的算法，它占了全世界57%，所以变成都大量量产，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所以它的整个的这种竞争力就强了，市占率就提高了。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何谦怎么看？是，其实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对于要介入中东或者布局中东到什么程度这个步子迈得多大，这个内部一直有很多的争论特别是大家可能还记得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出面调停，让沙烏地跟伊朗这一对中东地区的宿敌冤家两家坐下来和解，甚至复交。但是呢，结果后来这个同年2023年10月，加沙战争就爆发了。那再加上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对伊朗又重新采取了非常严峻的这个态度就反而让这个沙特跟这个伊朗的和解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卡壳。但是我想大陆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就是说我不去介入你这个千百年的非常复杂的这个历史恩仇，而且瞬息万变，我反而来介入，来参与你的经济建设。现在所有的中东国家，特别是以阿联酋跟沙特为代表，他们都非常努力的要去做降低石化能源收入，去增加非石化部门的这个收入的这件事情去着眼他们国家的长远的发展。那特别是到2025年，我看到第二季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非石油部门的收入呢，其实已经跟石油部门的收入几乎要打平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娟姐好，大家好，我是何谦。
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总统昨天说了什么话呢？他昨天在一个宗教团体的相关的一个场合，他讲了，他说我们现在政府啊，正积极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所以嘞，不只是要靠军队哦，我们要期许宗教团体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未来可能道场也要变成避难的据点。台湾到底有多危急啊？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被这个灌输这样的观念可能这个要自己保卫自己，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 survive？ 我们看到一些军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兵源不足嘛有一些人逃兵、闪兵，这件事要杜绝，要把这个洞口给堵起来。所以役男的体位标准现在大大的加严。你在150公分以下才能够这个免除兵役以前不是这样规定的还有你很胖，你的 BMI 已经大于45，你才能免疫所以过去很多人逃避兵役把自己吃得很胖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难做到了。那当然他是想要把兵源再多一点这个放进来。我们看到教招增员，役男体位标准扩大。有人就会很担心你这样大张旗鼓，你是准备要打仗了吗？尤其是小红书家家户户、小橘书家家户户在发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平常可能没有在看新闻，他拿到他很害怕像是这位华航的空姐他一拿到他想说，收到国防部寄来的这一本，真的要打仗了吗？其实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心声。结果他的贴文被截在脆上面，然后一大堆的网军上去攻击他，连89都发文大骂导致这名空姐目前已经把账号给关闭，很害怕现在还肉搜他有这么严重吗？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而已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包括美国的军工产能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订的武器到现在都还没有来，纽时就爆料了，他说军工产能中国超越美国，美国未来可能很难支援盟友他说美国恐怕因为产能不足而耗尽库存，甚至无力支援盟友。那相较于对岸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现在变成白菜价越来这个成本越来越低了。举例来说说是有一个民间的企业叫做凌空天行它研发出像这样子的御空级1000的高超音速导弹，说是一枚大概可以压缩成本在台币310万真的很低，所以我们说它是白菜价。如果这样子一来一往我们真的很担心包括您看到这一个中国新型的高空高速长航时的无人机首飞，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它叫做彩虹7，采用先进的大展显比飞翼外形气动布局，可以搭载可见光、红外等多种高性能的任务载荷所以你看到像这样的无人机不断的中国在展示他们的这个军武制造的能力，包括成本都可以压很低。那当然美国这里也有一些兵推出现了一些结果。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就警告兵推每次都输，讲的是美中的竞逐美国机密报告预测台海开战，中国将获胜。像这样类似的文件其实过去也揭露很多了。而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去年曾经发出警告说，在五角大厦围绕台湾进行的战争模拟中，我们每次都输给中国。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别的准备呢？可是民居正像是这个台大的这位老师，他昨天也接受媒体的访问他就特别挞伐纽时，他说纽时这个报道可能有偏见。我们先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打过3C 版的战争，不见得打不过中国。明老师他的立论是这样，他认为中共从1979年之后就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打过电子版的现代战争，可是美国打过，而且美国是第一个打3C 版战争的国家，所以不见得打不过中国。此外中国内部有很多的问题，财政债务社会动乱，所以呢他认为这是认知作战。老师是说纽时认知作战帮这个认知作战散发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不过我们再回去看看明老师的 X 的这个发文他有特别讲到一个说捍卫中华民国这样的论述，可是网友就找到一个 bug， 找到一个错误啦。明老师可能没有 update 他说我们养了60万大军，为什么备战嘛？备战才能止战，
备战才有和平。明老师可能不是军事的相关专家，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国军，等一下可以问将军，大概只有17万左右。我刚刚得到的数据是17万左右，所以有网友就说，明老师还活在50年前吗？来，亮哥，这个不是《纽约时报》是国防部的内部机密文件《纽约时报》要用好几集的社论做分析啊，连这个都不知道，那还评论什么？对不对？我也懒得评论他啦。举光日的老师，你相信举光日吗？举光日跟网络那些霸凌老百姓的是差不多的啊。哦，我觉得啊，民进党现在塑造的氛围真的是蛮怪的。就是他给你感觉就是第一个国军人员不够嘛，很多编制都不足额。所以呢，我要降低体位标准，那希望有更多役男能够通过啊。那不管是1年义务役啦，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兵种，如果是对抗大陆的，真正重要的应该是海空还有火箭吧，就是飞弹嘛，这些都不是1年役这都叫自愿役专业的。所以你不就是说他训练1年是训练不出来的啦。所以你应该去想，为什么自愿役不足额吧？你降低体位，让义务役更多有什么用？这个就是基本上增加后备军人、城镇战，更多人去送死嘛。因为他们只能打这个啊，海岸巡守队也一样啊，就滩头决战一样啊，都是送死的啊。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变沙包吗？本来就是啊，不是沙包啦，菜包啦。菜包。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自愿役为什么会不足额？我们有很多自愿役的，包括比如说空军飞行员，这个我们司令最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要提前退役？为什么连飞弹营都不足额？你待遇太差嘛。所以国民党在提案要提高自愿役的待遇，通过啦，3读。我知道嘛，那军人要加薪，你为什么要挡呢？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氛围啦，就是他要让你觉得战争其实没什么。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苗博雅嘛，说那个打仗的时候你还可以上班上课，然后连以色列你都要把它举例啊，这个以色列是比周边国家要强很多对啊，你是倒过来那你怎么能比乌克兰呢？乌克兰的土地面积是你的17倍，而且俄罗斯本来就没有统一乌克兰啊，所以它只限于顿巴斯在打，其他地方也没怎么真打这种莫名其妙的类比，他都要拿出来，所以这个是要干嘛？军队要增加，然后要告诉你战争不可怕，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呢？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政府会去说战争不可怕的啦。你以为老百姓都是白痴啊？你以为《纽约时报》那个是莫名其妙写的那个是美国五角大厦的机密文件，而且标题就叫 overmatch。overmatch 就是美国被人家碾压了 ，overmatch 被人家超过了。你以为这是单一文件吗？那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呢？为什么要全球收缩？就是它的军工产能出了问题嘛。你再加另外一个文件好不好？美国保守派最有名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去年11月发表的那个美国军力指数报告，逻辑通通都一样。你以为只是一个报告啊？这是连续好几个报告都是这个基调，就是美国虽然它个别的昂贵的军事资产都非常优秀，可是量太少。然后你进入第一岛链作战，你是碰到中国大陆，就这个叫什么？量大管饱啦。这典型的就是量大管饱的打法嘛。你进入第一岛链，飞机、军舰还有火箭，就是火箭军你碰到的都是饱和式的攻击。你福特航母只有1艘你怎么弄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啦，去年美国那个最贵的
海狼那个核动力潜舰在南海触礁嘛，拖回去整修，到现在还没出来嘞，已经整修了快2年了，这什么意思啊？这表示美国的维护的产能也出了问题嘛，不止制造、维修都出了问题。这一次是，事实上这个报告不是川普现在才有的啊，是拜登时期就写了，是川普决定把它放出来，就是海格赛斯决定把它放出去，就是拜登早就知道这个状况，他故意把泄露出去。所以我要收缩啊，他就是要为自己的收缩找到理由，说拜登这个家伙完全不顾美国士兵的生死啊，的风险有多大，没有公布啊，我现在故意要公布，事实上是1年前的报告，我认为川普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啊，让美国认知到美国的实际状况，不要每天在那边瞎扯胡来啊，跟那个赖清德一样，你有面对过台湾真正的军事状况过吗？你怎么打？说个逻辑来听听嘛。所以台湾真正的军事状况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处到的氛围真的非常诡谲。到底我们的领导人、民进党政府要我们干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平战结合。你的平战要接着，我们最大问题现在边线比不够啊，缺兵缺了5万多个。换句话说，有军官有士官，但是没有兵呢，5万多个兵都是在打仗的嘛。你有时候军官为什么会在高级司令部、高级单位？那真正在一线部队是士兵，我们要缺的是士兵，就没有去招生，没有去招募，把这些士兵弄满嘛。那其他只要边境米不够，其他的全部是空谈。你不要说编1.25兆买这些武器装备，你编5兆也没有用啊，你没有兵嘛，缺兵缺得严重，你编5兆都没有用。他们弄错方向，这些国安高层哦，不食人间烟火，真正的问题他没有去处理、去面对、去解决，眼高手低。你真正的还有一个，我们现代化也不够。我们现在就算买了那66架 F-16V 啊，第4点不在，我们都拿不到。2019年就付钱了。本来是到今年就要通通到位，2023年到2025年今年通通到位，到现在1架都没有，也没有任何1架第5代战机。中国大陆第5代战机就有300多架，光讲歼20就有300多架，那其他的歼35还不说。你看看我们到现在为止多少的没有去准备，大家视而不见，又编那么多钱，但是边线比都不去找。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知道，士气也很差，士气非常低落。为什么？1万多个人退场机制赔钱，宁可赔这9亿，赔这个钱呢、通通加也赔，他也要退场。这1万多个人，为什么不？他为什么有没有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要离开？好不容易训练出来了，变成一个合格战斗兵，但他要离开，是什么问题出在这边呢？国安高层有没有去想？有没有去面对？有没有去处理？完全没有。那问题就摆那边，只想买武器，武器先不要买，先把人编足再说，这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打仗打空权了，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握空优？我们的飞机都是那么的老旧，30年了。你这个金国号战机30年了，那个幻象2000跟 F-16也30年了，快30年了，都那么老旧，一架新的都没有。买的 P3C 也是旧货啊。现在通通都旧的飞机，要打现在的战争，怎么去打？这个都不务实。我认为国安高层都蒙了眼睛，在那边，然后现在编那么多的钱，然后缺那么多的人。现在我们的这个招生的标准呢、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了。身高190公分，150公分，这个女生150公分，男生有152公分，降到150公分，这全世界最低的了，没有那么低的了，也还是招不到。怎么办？这个问题，国安高层从来没有去好好的检讨、去处理、去面对，这是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基础建设也不够，你今天要真的打仗，我们台湾的陆地纵深平均就20公里，从海岸线到丘陵20公里，其他丘陵跟中央山脉，你现在可能要开发中央山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陆地纵深，你现在中央山脉都不开发，还放在那个地方，还是荒烟蔓草，这个渺无人踪。你现在平地的纵深只有20公里，你怎么样去打这个战争？
有没有去好好想一想，怎么样面对未来这种快打速决、中共的这种快节奏的战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不是说把武器弹药放在庙里面，那是信仰中心、人民的一个文化。那个宗教的一个中心，你把它放那边实际吗？我认为这个国安高层都没有好好去检讨去面对，我认为这个才是最大的国安问题。是，何谦是每次听到这个政府讲全民防卫韧性啊，尤其要把这个民间的场所整合到这个战备当中，我心里就会揪一下，因为有一件事情，其实政府高层一直没有向民间交代清楚啊。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1940年代到1970年代，其实全世界完成了一道叫做国际人道法的体系。说到人道法，它其实就是讲如何制定交战的规则啊，打仗也是有规则，它是有一整套的日内瓦公约体系来建构的。那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去区分在战争行为发生的时候，战斗员跟平民啊这2种人是有2种不同的待遇的。对于平民，你是不能够威胁他的生命的，甚至你在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合法的这个交战的行为的话，职业军人跟职业军人的对战之前要先确认，再三确认你攻击的对象是不是包含平民。那所以这一次啊，就说，当然这一次赖总统他说，这个希望绵密的道场网络转化为紧急避难跟物资集散的据点。但如果作为避难的据点，如果是平民避难据点，我觉得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他如果作为军人避难据点，以及这个物资集散，它是到底只是这种防御性的这种生理性的，比如止血带啊、医药啊、药品啊、帐篷啊、这个电池、手电筒，还是说你要把子弹，你要把这些军械也都放在民间的这个宗教场所的网络？那这2个是天差地别的。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如果是说在战时要动员民间的场所来储存囤积战备物资而且是军用战备物资的话，那理论上这些场所也就会变成对方合法打击的一个准军事的目标。在过去3年多，快要4年啊，这个俄乌战争，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道的争议，就说乌克兰就会说，我的一个孤儿院，我的一个医院被打击了。那甚至包括在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战争中，也常常发现这样的争议。以色列就轰炸加沙地带的某家医院，然后理由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坑道里面，你这个医院地下室里面都有军人或囤积着这个一些火箭弹啊，或者是防空的武器那这就会造成很大的争议。所以政府到底要用民间的这些场所，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必须要跟民间来说清楚。那民意代表也要负责监督的责任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赫克塞斯。赫克塞斯其实上礼拜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之后啊，他在雷根国防论坛上也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冷战之后美国单极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就是刚刚亮哥也说到，美国不愿意再无止境的去做全世界的警察，去做全世界的警长，他只要把他有限的国力跟有限的军力投射到他最在乎的事情上。那他对中国大陆呢，他也说，他也承认了中国大陆的军事扩张非常迅速、有力而且全面。但是他说，美国的发展目标不是要去 dominate China， 不是要去主宰或者宰制中国大陆，也无意限制中国大陆的发展。美国对华的战略是追求一个权力的平衡是确保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取得压倒美国及美国的盟友的能力。所以用一句古话来说，其实攻守之势易也。过去啊，这个美国是要去倾尽国力去围堵、孤立，甚至是要去打倒中国大陆。那这次他现在往后退了一大步，他承认说，我能做的就是维持战争不要爆发、冲突不要爆发，来保障权力的平衡。那我想这个大的变局啊，它的发酵的效应还有很多，台湾也必须要去好好的思考。